货车司机伸手拿电话，突然撞到了什么？下车查看是一只鹿，车主没在意转身走了。然而诡异的一幕发生了，刚才被撞死的鹿竟然奇迹般的站了起来。奇怪的是，他的双眼变成了怪异的白色，而灾难也就从此开始。另一边，一个奇怪的女孩趁着工作人员不注意溜进了列车。工作人员做完最后的检查，列车出发了，一切都是那么的平静。突然，刚才的女孩倒在了过道中，一个漂亮的乘务员赶紧上去查看。女孩一阵急促的抽搐后就失去了意识。可就在乘务员呼叫支援的时候，她却奇怪的站了起来，一口咬住美女的脖子，骑在乘务员的背上疯狂的撕咬。车厢的乘客还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都在诧异的看着，直到乘务员倒下，人们凑近来看，女孩突然又扑向其他人，车厢里瞬间乱作一团，地上的女乘务员也变异了，车厢里充满撕咬声和尖叫声。乘务长跑向出事的车厢，刚打开门就被涌出的人群撞倒，眼前正是已经变异的女同事，他立马站起来转身狂奔，尝试疏散乘客。变异在身后迅速的蔓延，幸存的人们夺路逃跑，变异的人越来越多。正在寻找女儿的男主看到眼前的一幕，他被吓懵了。这时女儿刚从洗手间出来，慌乱中喊着爸爸，赶紧抱起女儿往后面逃跑，身后的丧尸如洪水般涌了过来。男主加速跑过一节车厢，但前方已有乘客变异，他停下了脚步不敢过去，幸好遇到马叔和他怀孕的老婆，及时如仇的马叔勇猛地揪起丧尸，厮打在一起。男主趁机抱着女儿冲了过去，好在马叔是个拼 A 斗胆暴击的男人，一把将这家伙塞进了厕所，回头让老婆赶紧去后面的车厢。可没想到刚才救下的男主竟然把门给关上了，将马叔夫妇拦在了门外。女孩看到孕妇的求救，着急的大喊，千钧一发之际，马叔一拳打倒追来的丧尸，强行拉开门，带着老婆挤了过去。成群的丧尸被拦在了门外，他们发现丧尸好像没有意识，不会开门。此时孕妇机智的把报纸贴在玻璃上，挡住了他们的视线。另一边的丧尸居然瞬间安静下来，车厢内的人总算可以松口气了。马叔愤怒的回头质问男主，刚才为什么关门？作为一个常年唯利是图的金融大亨，他心里早已没有了良心。愤怒的马叔就要揍他，但被老婆拦了下来。在暂时安全的这段时间，每个人都在手机上刷新闻，各种流传的是丧尸袭击人类的视频。这时男主电话突然响起，是他的母亲。母亲叮嘱他照顾好孙女后就没了声响，电话里只剩下了声声嘶吼。他明白母亲已经遇害了，还没从悲伤中回过神，列车进站了。可还没等列车停稳，就看到站台上的人已被丧尸围攻，一个男人惊恐地拍打着窗户求救，下一秒就被丧尸扑倒，外面的站台已经尸横遍野。他们目睹了这里的惨剧，车站已经沦陷了。列车上广播响起，列车长说，下一站大田站已部署军队，列车只能开往大田站。伴随着人们的恐惧，列车终于来到大田站。可奇怪的是，车站空无一人，人们怀着疑虑往出站口走去，从站台到候车室，整个车站都空无一人，显得格外的安静。人们来到出站口，随着电梯的下降，慢慢的看到无数士兵正站在那里。可万万没想到，下面的这些士兵早已成了丧尸，直接朝着人群追来。走在前面的人已经被丧尸淹没。马叔抱起老婆赶紧逃跑。在另一条通道的男主也看见了无数的丧尸，身后的女儿已经陷入危险。男主飞奔过去，但为时已晚。路过的马叔一肘击飞，又一次救了女孩。马叔让老婆带着女孩赶紧跑，自己断后。就在男主冲出来时，他被丧尸扑倒，死死的被压在下面，眼看就要被咬。幸好路过的乞丐用衣服蒙住了丧尸，救了男主。马叔大声的喊着男主，反应过来的他赶紧冲了过来，随后跟来的就是一群丧尸。马叔并没有像男主一样把他关在门外，他们和棒球队的学生奋力的抵挡着丧尸，为前面逃跑的人们争取时间。孕妇带着小女孩正朝列车跑来。